可能你都不敢相信，深山老林之中的小溪竟然有这么好的资源，还能在水中玩起了一条龙服务。简陋的鱼枪是他们在小溪打鱼的基本工具，而且在打鱼的过程中，有时会打到一条比小腿还要粗的河鳗，有时也会用到不讲武德的粘网。这一网下去，相当于你半个月的工资。手拿一把简陋鱼叉来到小溪，随后一头扎进水中，还没看清鱼的身影，一刹那间将鱼叉射了出去。爬上岸后，利用鱼叉的绳索将鱼拖上来。鱼儿在挣扎的过程中，竟然被水底下的东西卡住了。为了将水下的鱼抓上来，把绳索绑在石头上，然后沿着绳索寻找鱼获所在的位置。鱼儿竟然卡在木头下方，越过木头后，终于可以将鱼拖了上来。可见这条鱼的体型确实不错。被拖上岸的鱼可以清楚看到下巴处还有2根胡须，从而判断这条鱼是鲟鱼。在山间小溪里竟然有这么大的鲟鱼，从鱼的体型目测应该有10斤往上。成年人将其抱起来也非常的吃力。在湍急河流中狩猎渔获，依靠你的眼力和反应速度。这位渔民一次性就为自己收获到了3条大鲟鱼。有些渔民会在水下石头缝隙中等待鱼儿出现。这里的淡水资源确实非同一般，很多都是半斤8两的渔获。浮出水面换气后再次潜下水，等待时机成熟后便立马扣下扳机，一条半斤8两的鱼儿就到手了。有些渔民会在静水区域进行猎鱼，被鱼枪穿过头部的鱼儿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迹象。渔民会在同一个位置里进行多次的狩猎。在湍急河流中，鱼儿游泳的速度也是相当迅速，必须抓住时机方能扣下扳机。库里拉对于这种狩猎技巧早已经练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。为了方便提取渔获，他们会利用藤条将所有的鱼串在一起，为收获到的鱼儿提供了一条龙服务。在阴暗的河流域，必须打着手电筒才能看清水下的环境。藏在石缝底下的鱼，狩猎起来相对比较简单，不过这些鱼体型都不会太大。借助微弱的灯光再次沉下水寻找渔获。在静水区域的鱼儿游泳也相对比较慢，用鱼叉狩猎也是相当轻松。虽然这些鱼只有半斤8两，但这些鱼的肉质相对大的要鲜美许多。库里拉再次潜下水，在石缝底下竟然藏着一条粗长的身影。为了确定是否看走眼，再次检查一番，库里拉内心很确定这是一条河鳗，立马浮出水面准备倒举。为了保证万无一失，现场制作了一把倒钩，这把倒钩将会成为河鳗致命的武器。同时还要检查鱼叉性能和箭矢上绳索的牢固程度。准备好所有工具后，便戴上潜水眼镜，再次潜下水，来到河鳗藏身之处。河鳗一动不动，藏在岩石的缝隙里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还是利用倒钩进行勾取。在勾住河鳗的一瞬间，库里拉快速地拉着绳索浮出水面，绳索由岸边的人牢牢控制住后，库里拉继续拿着鱼枪潜下水，向着粗大的鳗鱼身体射出鱼叉。反应迟钝的河鳗开始做出剧烈的反应，河鳗在挣扎中掀起大量的淤泥。库里拉快速地将河鳗拖出水面，河鳗激烈的挣扎，其他人继续向着他补枪。河鳗被拖上了岸边后，庞大的身躯让在场所有人非常的惊讶，而且非常的凶猛，最终还是被库里拉用小刀解决了。粗大的身躯让他们情不自禁抚摸起来，鱼钩死死勾住河鳗的身体。库里拉将河鳗抱了起来，还摇摇头，内心也不敢相信河中竟然有这么粗大的河鳗。其他人为了纪念这一刻，也抱出来炫耀一番。河鳗见多了，但这种比腿还粗的河鳗还是头一次见。库里拉的弟弟还用自己的腿跟河鳗做比较，河鳗的身体竟然和大腿不相上下。在场的每个人都想跟河鳗来一个大合照，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拍照资源。从比较可以看出，河鳗的身长超过了1.5米。几天后，他们继续在河里捕鱼，这时他们用到的捕鱼工具竟然是粘网。库里拉取下渔网绳索后，将渔网收回岸边，整副渔网满满当当挂满了渔获。这里的鱼类资源确实没让他们失望，这些鱼基本上都是鲟鱼。鲟鱼喜欢生活在水流较急、历史抵制水色清澈的江河中，以水生昆虫和植物碎屑为主食。最大的鲟鱼体型可以达到12斤，鳞片相对较大。这种鱼还可以叫光道刺霸、颛鱼、坑尖、光眼鱼和粗鳞鱼。整个收网的过程中，简直不要太爽了。虽然这些鲟鱼的体型不算大，但每一条都有半斤8两。库里拉按顺序将整副渔网收到岸边，拖着上百斤的鱼回到岸边。沉重的渔网差点让库里拉4脚朝天。想要将渔网里的鲟鱼全部清理出来，也要花点时间。在森林里取来一条藤蔓，将所有的鱼串连在一起。10几分钟后，所有的鱼开始享受一条龙服务。平时好动的鲟鱼此时安静地躺平在河岸边上，享受温暖的太阳浴。将所有的鱼清理完后，拉着藤蔓沿着河流回到自己的营地。此时鲟鱼内心想着不求同年同月生，只求同年同月死。回到岸上，将所有的鱼钓了起来，
最终这些鱼被渔民解剖烟熏了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世界因为有你才会变得更精彩。